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可以让你在开车、做家事以及睡前需要声音陪伴你的鬼故事。那故事开始了。我父亲的老家距离我家开车大约不到2个小时，那是一户务农的人家，但我特别喜欢那种氛围。上了高中后开始骑机车，每到暑假或寒假，我常常会自己一个人跑去那里玩。爷爷奶奶每次都很高兴迎接我，总是笑着说：“你来啦，真好啊。”不过最后一次去已经是高3升学前的那个春天，所以算起来已经有10多年没再回去过了。并不是我不想去，而是去不了，原因就是因为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。那是刚放春假的时候，天气很好，我心血来潮骑着机车去爷爷家。虽然还有点冷，但屋子的宽廊晒着阳光，暖洋洋的，很舒服。我就坐在那里悠闲地待着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，那不是机械声，而更像是人发出来的声音，介于浊音和半浊音之间，听起来模糊又诡异。我正纳闷这是什么时候，忽然注意到院子生篱上方有一顶帽子。那帽子并不是放在生篱上的，而是整个在横向移动，一直滑到树篱的缺口处时，我才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。原来那顶帽子是她戴着的。那名女子身上穿着一件浅色的洋装，可问题是那道生篱大约有2公尺高，她竟然能把头探出来，那得是多高的女人啊！我正惊讶着，她却又移动了一下，整个人就这么从视线里消失了，帽子也跟着不见，而且不知何时那诡异的啵啵啵声音也消失无踪。当时我只觉得大概是个本来就很高的女人，再加上穿了厚厚的增高鞋，或者也可能是一个高个子的男人穿上高跟鞋，打扮成女人的样子。后来我在客厅喝茶时，便把刚刚看到的事情跟爷爷奶奶说了出来。刚刚我看到一个很高的女人，也许是男人女装吧。我这么说时，爷爷奶奶只是淡淡的哦了一声，并没有特别在意。可当我补充她比生篱还高，戴着帽子，还发出啵啵啵那种奇怪的声音，2个人瞬间僵住了，真的一动不动，整个人像被定住一样。接着爷爷忽然板着脸，连珠炮似的质问我什么时候看到的，在哪里，比生篱高出多少。在他那股压迫感的气势下，我只能老老实实的回答。然后爷爷脸色一沉，不再说话，快步走到走廊的电话旁，拨号打了出去。因为拉门关着，我听不清他在讲什么。奶奶则显得有些颤抖，神情慌张。过了一会儿，爷爷挂断电话，回到客厅，严肃地说：“今天你要留宿，不，今天绝对不能让你回去。”我脑子里猛地一紧，难道我惹上了什么大麻烦吗？拼命回想，却怎么也想不到，那女人又不是我去找的，是她自己出现在我眼前的。爷爷接着吩咐：“老婆子，后面就拜托你了，我去接 K 先生。”说完便匆匆开着轻型卡车离开了家。我战战兢兢地问了奶奶，她颤抖着声音回答：“你大概是被8尺样盯上了，爷爷会想办法处理的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”接着在爷爷回来之前，奶奶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我一些事情。这一带自古流传着一个叫8尺样的恶界存在。8尺样的模样是一名高大的女人，顾名思义，她有8尺高，大约2.4米。她会用男性般低沉的嗓音发出啵啵啵啵那样诡异的笑声。虽然出现在不同人眼里的样子不一样，有人看见她是穿着丧服的年轻女人，有人看见她是穿流袖和服的老妇人，还有人看见她是穿着粗布浓妆的壮年妇人。
但有几个特质是共通的：不正常的高大，头上一定戴着或顶着什么东西，还有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。传闻很久以前他还曾跟随旅人出现过，但真伪不明。如今他被封印在这一带，现在划入市的范围，过去叫村，相当于现在的大字。据说是靠地藏菩萨封印，让他无法离开。若是被八尺样看中，几天之内就会被夺去性命。最近一次有人遭殃，大约是15年前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所谓地藏封印，其实是因为八尺样能通行的道路有限，所以在村子的边界上供奉地藏，以阻断他的去路。东西南北的4个方向各设有一尊地藏。至于为什么要把那东西留在这里，据说是因为当年和附近的村子定下了某种协议，比如像是水利权之类的条件。八尺样的危害大约数年到10数年才会出现一次，于是古时候的人们可能觉得，只要能借此换来一些有利的协定，就算值得了吧。听到那些话，我还是完全无法当真，毕竟那种事实在太不现实了。没多久，爷爷带着一位老婆婆回来，事情可严重啦。现在你就先拿着这个吧。那位被称作 K 婆婆的老人这么说着，把一张符咒交到我手里。之后，他和爷爷一起上了2楼，不知道在那里忙着做什么。奶奶则寸步不离地陪在我身边，甚至我上厕所的时候，她都要跟着，还不允许我把门完全关上。到这时，我心里才第一次冒出念头，这好像真的不妙啊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被带上2楼，进入一间房间，里头的窗户全都被报纸封死，上面还贴着符咒，4个角落都放着堆起来的盐。另外，房间里还有一个用木头做成的香状物，勉强算不上什么祭坛，上面供着一尊小小的佛像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不知道从哪里搬来的，竟然准备了2个马桶椅，意思是说这几天都得在这里解决生理需求吗？太阳快要下山了，听好，在明天早上之前，你绝对不能离开这里，不管是我还是奶奶，都不会来叫你，也不会和你说话。直到明天早上7点之前，绝对不要出去。等到7点，你自己再出来，我已经会跟你家里联络。爷爷一脸严肃地交代，我只能默默点头。一定要牢记刚刚说的话，绝对遵守。符咒要随身携带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，就在佛像前诚心祈求。K 婆婆也郑重叮嘱，虽然被允许可以看电视，但我怎么看也看不进去，心里完全无法分散注意力。奶奶在我被带进房间前给了饭团和一些点心，可我一口都吃不下，只是放在一旁。我把自己裹在被子里，浑身颤抖着，整晚只剩下害怕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睡着了。醒来时，电视正在播某个深夜节目，先眼一看，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。那时我还没带手机，心想怎么在这种该死的时间醒来。正感到害怕时，忽然听到窗玻璃被敲击的声音，不是有人丢小石子，而像有人用手轻轻敲打。我分不清这是不是风造成的响声，还是真有人在敲，但当下拼命说服自己一定是风。为了稳定自己，我喝了一口茶，却越喝越害怕，索性把电视音量调大，硬是盯着荧幕，不让自己去想别的。这时传来一声爷爷的喊话：胃还好吗？怕的话别勉强。我不由自主地朝门那边走了几步，但马上又想起爷爷之前的交代，便停住了。接着又有声音传来：怎么了？过来也可以。哦，那声音听起来极像爷爷，但又不是爷爷。为什么会这么觉得？我说不上来。那瞬间，一股寒意沿着全身爬起，起了鸡皮疙瘩。我无意间瞥向角落里堆的成盐，发现盐的上方已经开始变黑变色了。我立刻一股脑儿地冲到佛像前，紧紧握着符咒，
拼命祈祷，请救救我。就在那时，传来了那熟悉又毛骨悚然的声音，同时窗玻璃传出被敲打的声音。我虽然清楚那东西并没有那么高，但脑海里却不断浮现出它从下方伸出长长的手，拍打着窗户的可怕画面。我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死死抱着佛像，拼命祈祷。那一夜简直漫长的像是永无止境，但早晨终究还是来了。电视不知道什么时候切换成了早间新闻，荧幕角落显示着7点13分，玻璃的敲击声与那诡异的声音也不知何时已经消失。或许是我不小心睡着了，又或许是吓到晕了过去。房间四角的城檐这时已经比昨晚更黑，更彻底地变了色。为了确认，我又看了一下手表，时间和电视上显示的一样。战战兢兢地打开房门，看到奶奶和 K 婆婆站在那里，脸上满是担忧。奶奶看到我，眼泪唰地掉下来，一边说着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下了楼，父亲也在那里等着。爷爷从外面探出头来，催促道：快上车。走到庭院时，我看到不知从哪搬来的一台9人座的箱型车，院子里还站着几个男人。我被安排坐在中排正中间的位置， K 婆婆坐在副驾驶座，其余站在院里的男人也全都上车。9个人坐满车，形成了一个四面环绕的保护阵。爷爷沉声交代我，事情很严重，可能会让你害怕。接下来闭上眼睛，低下头，不要看，对我们来说什么都看不见，但你可能会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别擅自张开眼睛，直到我说可以为止。坐在我右边的大约50岁的叔叔这么说。爷爷开着轻型卡车在最前面，接着是我乘坐的箱型车，最后是父亲开的私家车。3车排成车队缓缓行驶，车速非常慢，恐怕连20公里都不到。不久， K 婆婆低声说了一句，这是关键时刻，随后开始默念某种像念佛般的咒语。那诡异的声音又出现了，我紧握 K 婆婆给的符咒，照只是闭上眼，低下头，但不知为何还是无意间微微睁开了眼，看向窗外。映入眼帘的是那件浅色的洋装，它跟住车慢慢移动，像是用大步跟在车后。他的头已经在车窗外，看不见全貌，但似乎要探进车内，又做出低下头的动作。我不自觉地发出啊一声，坐在旁边的人立刻大声喝道：别看！我慌地把眼睛紧紧闭上，更用力握住符咒。敲打玻璃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车内的人也短促地发出哎或的反应。看不见他，听不到他的声音，也能感觉到那敲击声在周围回响。K 婆婆的念佛声更加用力，不久，声音和敲击声戛然而止。K 婆婆轻声喊道：顺利脱身了。之前一直保持沉默的几个男人也松了口气，说：太好了啊！车队行至路面较宽的地方停下，我被转移到父亲的车上。当父亲和爷爷向其他男人低头致意时， K 婆婆走过来说：把符咒给我看看。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仍紧握在手中的符咒，整张符咒已经变得黑黝黝的。 K 婆婆说：应该没事了，但为了保险，这段时间还是带着它吧。她递给我一张新的符咒，之后我和父亲一起返回了家。摩托车是在几天后由爷爷和邻居送回来的。父亲似乎也知道八尺样的存在，他跟我说起自己小时候有一个朋友曾经被八尺样媚入，最后丧命。他还知道有些因为被媚入而搬到别地的人。当晚跟我一起坐箱型车的那些男人全都是爷爷一族的人，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血缘关系很淡，
但还算有血缘联系。前面开车的爷爷，后面跟随的父亲，当然也有血缘关系。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尽可能迷惑八尺样的视线。父亲的兄弟伯父那晚无法立刻赶来，所以就叫了这些血缘较薄但能立即到场的人。即便如此，也无法在当下凑齐7个人，而且认为白天比夜晚更安全，所以我才被关在房间一夜。沿途如果情况最糟，爷爷或父亲甚至准备承担替身的危险。事后他们再三叮嘱我不要再去那里。回家后，我跟爷爷通电话，问他那晚是不是有呼喊我的声音。爷爷断然否认，他根本没有做过那件事。果然，那声音。想到这里，我的脊背再一次感到一阵寒意。八尺样的攻击多半针对未成年的年轻人，尤其是孩子。当孩子或年轻人在极度不安的状态下，如果听到是自己亲人的声音对自己说出那样的话，恐怕很容易就会信以为真，放松警戒心。10年过去了，那件事渐渐被我淡忘，却在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无法开玩笑的后续事件。奶奶打电话告诉我，封印8尺样的地藏被人破坏了，而且还是在通往你家的路上的那尊。爷爷2年前去世，自然也让我参加葬礼。据说爷爷在临终前曾交代，自己卧病不起后，绝对不能让我去看他。虽然我试图告诉自己这只是迷信，但心里仍不免相当担忧。而现在，有人可以救救我吗？那熟悉的声音又出现了。